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硕。今天是3月21号，春分节气的第2天。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博斯腾湖西岸的开都河三角洲。昨天在这个地方休息了一天，晒了一天的太阳。今天准备继续出发，前往西边50多公里有个佛寺，叫7个心佛寺，很美的一个露营地。悟空这臭小子这2天，昨天在这个地方玩了整整1天。玩腻了，这我都主动进篮子里面了。你看牵引绳都没给他穿呢。这把牵引绳穿上，咱们就准备出发了。哎，别动别动。OK。悟空这臭小子这么乖，给他反常啊。可能是因为昨天在这个地方他没有抓到老鼠，也没有抓到小鸟，因为这三角洲湿地这个地方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老鼠，然后那些水鸟啥的飞得又高又远，他根本就逮不到，所以他可能玩了1天比较无聊，没有什么成就感。在这河岸边的枯木上停了一只苍鹰。哟，它应该没有看见我。昨天3月20号是春分之日，昼夜平分。今天开始，这白天就要比夜晚要长了。离湖西行10公里，先是走到了采坎诺尔乡，在这吃个饭，打点开水。选个辣子肉拌面。哇，这个辣子肉可以。这肉不错，焦焦的，焦香焦香的。昨天为啥在湖边休息了1天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首先有点累，要休息一下，而且臭苗这个状态不对。前天从那个河津县往湖边走的时候，它几次都从那个篮子里面想跳出来，跳了得有7、8次，都是跳车未遂。臭苗自从在大拉提镇的时候，它就有发情的迹象了。大拉提镇的时候应该是3月初吧，2月底3月初啊。我不是给他买了一个新的猫窝嘛，臭小子每天吃饱饭以后就抱着他的猫窝在瞎玩，所以在那湖边休息1天，我晒晒太阳，他的话也可以四处探索一下，把他那个心劲儿给分散分散。来吃个肉，嘿嘿嘿，哎呦，可以啊，这过油肉确实香啊，什么样都呀，不吃了。吃完午饭继续出发，一路向西。这烟气盆地大晴天的这个风是真不小啊，呼呼的刮呀。可是盆地太大了，盆地里面地形很平坦，所以这个风就无遮无拦了。再加上还有一个大湖在那儿。像这种有大湖的地方，都很容易起风。香香的牛粪，太香了。
肥沃的田野的味道，就是牛粪的味道。You just get that feeling you remember what it's like to be 4 years old when the world is a magical place. Everything's wondrous. He sort of invites you in to see that way again. 水泥厂，前面还有1公里多就可以到七颗星佛寺了。这一段很荒凉，飞沙走石的，风沙很大。一片苍茫。下午的5点钟到达七颗星佛寺遗址，进去看一下。这个景区看起来非常的崭新啊，应该是修建起来没多久。这个七颗星佛寺遗址就位于整个烟岐盆地的西南边，西边不远处就是货拉山了。不过这一段货拉山已经到货拉山的最东头了，海拔比较低。今天风沙非常大，根本就看不见远处的山，一片灰蒙蒙的。听说这个佛寺始建于晋代，兴盛于唐代，不过后来到宋元再往后就逐渐的没落了。这个佛寺遗址进来之后，这个小院子，它的四面围墙和东南西北的方向刚好是个45度的夹角。正东边大概10几公里的地方有个古城叫博格达庆古城，那个就是汉代的时候西域36国中的燕齐古国的都城元渠城。然后东北方向20多公里就是现在的燕齐县的县城所在地。听说这个七颗星佛教遗址曾经是古燕齐国的佛教中心啊，不过它这佛教中心离它的都城有点远啊，10几公里啊。七颗星佛寺遗址博物馆，进去瞧瞧。丝路古城，佛风遗韵。燕齐地区古城乌夷、乌齐、阿奇尼，东接高昌，西临龟兹，丝绸之路。唐代的时候，玄奘西行，从河西走廊出来以后，第
第一个国家就是伊吾，再然后就是高昌国，再然后往西就是燕齐呢？燕齐在这儿，燕齐国，再然后龟兹，然后再往西，沿着阿克苏河，翻越天山，这儿别迭利山口，往西就是伊塞克湖，再往西就是碎叶城。七个新佛寺遗址始于西晋，兴盛于隋唐，历史上有法显、玄奘、慧超、悟空等多位高僧前往西天取经，途经此地。玄奘西行路线图，我的天哪！法显，东晋人，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我的天哪，他这个路线牛啊！西行的时候走的陆路，回来的时候走的海路，太强了。悟空，俗名车凤朝，唐朝最后一个西行取经者。哇，这个小房间可以啊，上下左右前后都是屏幕，3维立体的，这里面这个画面一动，眩晕感很强啊。所以你说人体的这个感知系统，我说你其实是人那个身体并没有动，但是周围这个画面一动，你的大脑就以为你的身体在动，眩晕感就出来了。什么呀？把你交给博物馆的讲解的小姐姐好不好？师傅去溜达溜达。庄严妙相。刚才听这博物馆的讲解员说，这个厅是整个博物馆的一个精华之厅，里面的文物全是原件。泥塑菩萨头像，唐代，这也是一个头像。这原来的泥塑的全身像，好多精品都已经被外国的那所谓的什么探险家什么的全给掠夺走了，这都属于仅剩下来算是抢救性发掘出来的一些珍品了。泥塑摩羯，就剩个残件了。大鼻孔，泥塑护法神头像，我的天哪，这个小头像真的是惟妙惟肖啊！泥塑飞天头像，菩萨头像，出面，好好跟着小姐姐玩啊！师傅去溜达溜达去。比丘抄经图。哎呦，西方的强盗，文物全被他们给抢走了。强盗斯文赫丁，这些强盗，我的天哪！竟然还有小日本的强盗。从这博物馆出来以后，恍若隔世啊！把悟空交给博物馆的讲解的小姐姐，刚好悟空也比较心急，带在包里面。我的话就可以腾出双手双脚来，在这遗址这溜达溜达。刚好小姐姐也闲的没事，她也想和悟空玩，悟空也需要有人陪她玩。真的是一箭三雕，三方都赢。这片芦苇恍惚间跟麦田一样，风吹麦浪。七个新佛寺遗址，霍拉山东路。我现在才走到这个位置，好像是。这往里面到千佛洞还有1公里呢，真的是被震惊了呀！这个规模，我本来以为这个佛寺遗址可能就是简单的几个佛殿的遗迹什么的，很小的，可能也就几百米，没想到这从入口往最里面1公里多，将近2公里。而且这整个遗址区，你看这些遗迹非常的多。佛殿遗址，
经过上千年的时光，这些剩下来的断壁残垣都规模如此巨大。我的天哪，可以想象当年隋唐时期最兴盛的时候，这七颗星佛寺得有多么的香火旺盛啊！千年前的佛寺的断壁残垣和现代的水泥厂合影的画面，还是蛮奇妙的。这边的这些建筑全部都是拿泥砖夯筑起来的，一层一层的。可能这个地方确实太荒凉了，缺少木材，所以就只好就地取材，用这个泥土作为建筑材料。这就应该是本地这种很常见的芦苇、芦草和泥土混合起来。圣泉，让我看看这个圣泉的泉水怎么样？哦呦，干了，完全干涸了。我想喝口水呢，给我走的口渴了。这里有个圣泉，就说明以前的时候这个地方肯定是有泉水的，但现在干涸了。看这个地方这么多年，这个地下水位下降比较厉害。在整个新疆哈里木盆地周边的这些城邦国家，这个气候的影响非常的关键，至关重要。像以前的那个楼兰古国，那个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西域36国之一的一个大国了。楼兰古国的消亡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气候变化，罗布泊整个都干涸了。你想，干涸了以后，周围那一大片方圆几百上千里全部成了戈壁荒漠了，那个地方自然就没有办法再生存了，所以那个国家也就消亡了。哈里木盆地周边的这些城邦古国，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周边山脉上流下来的一些河流浇灌出的一小片绿洲赖以为生。一旦这些河流水量发生变化，绿洲消失了以后，那整个国家也就没法再继续生存下去了。咱也来蹭一个景区的区间车。大哥说这个景区马上要闭园了，催促我赶紧上车。悟空，走，下班了。直接报。人家下班了，咱也该撤了。这会儿是下午的6点钟，今天下午这个露营地有点头疼啊。这边往西北边走，得走10公里才能到7个新镇。但是我实在不想去那个镇上，去镇上的话，明天往库尔勒走又得走回头路，一来一回就得20公里。刚才在那个饭馆问了几个本地的大哥，给我指点了一下。他说这西边1公里左右有个砖厂，说那边很有希望能找到废弃房，说那边废弃房挺多的。还说这水泥厂这跟前应该也能找到废弃房。我进去溜达溜达，转一转看看。村企联心广场，可惜这个房子锁着呀。完犊子，走到这水泥厂背后，这四下全是荒地呀，根本就看不到什么废弃房啊。OK， 今天下午的小窝搭好了，就搭在这个村企联心广场这儿。啊，这个风是真大呀！你看这个地方风沙有多大？
上面这个灰，厚厚的一层灰。走，出门带你吃饭去。我的臭小子现在中了我一手3包。我的天哪，这个风沙太大了，嘴里都是一嘴沙子。出门的晚餐，生牛肉，然后配合一点鸡肉火腿肠。哎，我这有那个炸鸡汤没有？哎，你说这好好的肉，他就非得拖到地上，占点口吃。啊？这边的气候太干燥了，一个臭苗可正常了。今天下午吃一个过油肉拌面，裤带面。2个啊。啊？要热，要热了，明天吃就行。花卷。哦哟，太香了。花卷，我吃那个花卷。你打过吗？吃完晚饭回去睡觉了。哎呦呦呦！你这伸个懒腰，都快飞出去了。终于是回到了我的小窝，又是充实的一天。希望今天晚上这个地方风能够小一点。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朋友们，下期再见。